大家好，这里是文澜小屋。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obert Cialdini 的影响力。Robert Cialdini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心理学与营销学名誉教授，长期研究说服、顺从和社会心理。与许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者不同，他不仅研究实验室里的选择行为，也曾走进汽车销售、募捐组织和电话营销等真实场景，观察那些每天靠说服他人谋生的人究竟怎样改变陌生人的判断。影响力并非传统意义上教人练口才或设计话术的销售手册，而是一次对人类自动反应机制的系统梳理。他试图回答一个在商业和投资中反复出现的问题：为什么一个人明明没有被强迫，却会在某些请求、观点和机会面前自然点头？答案并非智力不足，而是我们的判断系统本来就依赖一套可以被触发的心理捷径。人类的大脑不可能对每一个选择都从零开始推理。为了在复杂世界里快速行动，我们会依赖权威、群体反应、过往承诺、稀缺信号和熟人关系来降低判断成本。这套机制在日常生活中很有用，但一旦进入资本市场，它也会出现严重错位。我们会把专家说了误认为证据，把大家都买了误认为安全，把机会快没了误认为价值，把我已经公开表态误认为应该坚持。Charlie Munger 曾多次阅读这本书，并认为它让自己和 Warren Buffett 在决策中受益很大。后来他送给 Cialdini 一股伯克希尔·哈撒韦 Berkshire Hathaway 的 A 类股票，作为感谢和认可。对重视理性判断的人来说，研究影响力并不是学习操控别人，而是看清自己的判断会在哪些地方被推着走。因为在真实世界里，危险往往不是别人强迫你做决定，而是你明明被某个信号推着走，却仍然觉得那是自己的独立判断。抛开对独立判断的过度自信，让我们翻开这本书，看看大脑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替我们点头的，以及我们该如何在权威、从众、稀缺、承诺和身份认同面前重新把判断拉回证据、激励和风险。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在某些请求面前自然点头，先要承认一件事：人类不是每一次都在完整分析。面对日常生活里成千上万的信息，大脑必须用一些简化规则来节省精力。看见白大褂会更容易想到专业，看见很多人排队会更容易相信值得，看见价格很贵会更容易觉得品质可能更好，听到机会有限会更容易担心错过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先把所有证据摊开，再慢慢得出结论，而是先被某个信号触发，再把后面的理由补上。动物行为里有一个很适合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：母火鸡会照料自己的小火鸡，但触发这种照料反应的关键线索，并不是完整识别小火鸡这个对象，而是小火鸡发出的叫声。只要听到类似小火鸡的叫声，照料行为就会被启动。如果一个原本会引发警觉的天敌标本发出这种声音，也可能暂时骗过母火鸡。这个例子真正说明的不是动物笨，而是某些固定信号能直接启动一整套反应。人类当然比火鸡复杂得多，但我们同样会在复杂环境里抓住一些省力的判断线索。信息太多，时间太少，结果又不确定时，人很难每次都完整分析，只能先看某个信号，谁推荐的，大家是不是都在买，机会是不是快没了，自己之前是不是已经表过态。这样的心理捷径不是错误本身，没有这些捷径，人会被生活压垮。你不可能每次买东西都重新研究供应链，不可能每次听到专家意见都从零开始验证，也不可能面对每一个投资机会都先搭一套完整模型。问题在于，捷径一旦被别人摸清，就可以被设计成按钮。投资场景里，这些按钮并不陌生。一个观点前面加上顶级机构看好，听起来就更像有依据。一只股票短时间涨得很快，许多人会自动把上涨当作某种确认。一个项目被说成名额有限，
人就容易先产生紧迫感。一个自己已经公开看好的判断，即使后来证据变化，也更难被轻易放下。注意，这些信号不一定全是假的，权威可能真的懂，群体可能真的掌握信息，稀缺也可能真的存在。危险在于，他们会让人提前放松审查。所以，影响判断的第一层，不是某个销售话术有多高明，而是大脑本来就需要省力。省力让我们行动更快，也让我们更容易被某个单一信号牵着走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，当一个复杂问题被压缩成一句专家说了，大家都买了，快没了，我已经选了，我们的判断也可能随之从证据滑向反应。当自动反应进入人与人的关系，最先出现的往往是互惠。互惠并不复杂，别人给了我们一点好处，我们会自然觉得应该回报。这个规则让社会合作变得容易。朋友帮过忙，我们下次也愿意帮回去。别人请了一顿饭，我们会记得找机会还礼。陌生人先释放善意，我们也更不愿意表现得冷漠。互惠本来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的规则，但它一旦被放进商业和投资场景，就可能变成一个很隐蔽的入口。心理学研究者 Dennis Regan 在1971年做过一个经典实验，参与者以为自己是在评价艺术作品，实验室里还有另一个看似普通的参与者，这个人其实是研究安排好的同伴。某些情况下，这位同伴会短暂离开房间，回来时给参与者带一瓶可乐，说自己顺手也给对方买了一瓶。等绘画评价任务结束后，他再提出另一个请求，自己正在卖抽奖券，希望对方买几张。结果很有意思，那些先收到一瓶可乐的人，后来购买的抽奖券大约是没有收到可乐者的2倍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有多喜欢那个同伴。即使对方并没有变得更讨人喜欢，那瓶小小的可乐也足以改变后面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喜欢你，所以愿意帮你，而是你先给了我东西，我不回点什么，好像不太合适。把这个机制放到投资里，就会变得很熟悉。免费研报、闭门分享、专家饭局、开户礼、试用课程、社群资料包，表面上都是好处。他们当然可能真的有价值，但他们也会在心理上改变关系。你原本只是一个旁观者，收下好处以后，就更容易进入一种不自觉的回报压力。对方在推一个产品，邀你参加一个项目，建议你加大投入时，拒绝就不再只是拒绝一个提案，还像是在拒绝一个曾经释放善意的人。这就是互惠最需要警惕的地方。它很少以强迫的样子出现，而是披着礼貌、感谢和人情的外衣。人会觉得自己仍然自由，但内心已经多了一层不好意思。在投资判断里，只要这种不好意思开始影响你对风险、费用、激励和退出条件的审查，问题就已经出现了。真正要问的不是别人给了什么，而是如果没有这份好处，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。互惠让人因为别人的好处而产生回报压力，承诺一致则更进一步，它让人被自己过去的动作锁住。人都希望自己前后一致。一个人如果刚说完自己重视环保，后面就更难公开做出相反选择。如果刚表达自己支持某个观点，后面就更容易找理由维护它。如果已经在某件事上迈出第一步，哪怕那一步很小，也会让后面的更大决定变得容易。Jonathan Friedman 和 Scott Fraser 在1966年的研究里，用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展示了这种力量。研究者先向一些住户提出一个很小的请求，比如在家里贴一个支持安全驾驶的小卡片。这个请求并不麻烦，也不会破坏环境，很多人愿意答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研究者再回来提出一个大得多的请求，能不能在自家庭院里竖一块很大并不美观的 Drive Carefully 标牌。如果一开始就提出这个大请求，答应的人很少，大约只有 17%。 但那些先答应过小请求的人，
后面接受大标牌的比例接近76%。这个差距说明，小承诺并不只是一个动作，它会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理解。贴了小卡片以后，人更容易把自己看成一个支持安全驾驶、愿意参与公共议题的人。等大请求出现时，拒绝就不再只是拒绝一块标牌，而像是在否定自己刚建立起来的形象。投资里这种机制非常常见。一个人先买一点试试，后来价格下跌，他可能不是重新评估风险，而是急着证明最初判断没错。一个人先公开看好某家公司，后来坏消息出现，他可能更愿意解释坏消息，而不是修改观点。一个人先加入某个投资社群，转发了几次观点，参加了几次讨论，慢慢就会把我支持这个方向变成我就是这类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退出就会带来心理成本。承诺一致并不是坏事，没有一致性，人很难建立信用，也很难长期坚持一件有价值的事情。真正危险的是，当外部证据已经变化，人仍然为了维护过去的自己而拒绝更新。市场不会因为你曾经买过、说过、相信过就给你额外保护。价格、竞争、现金流、估值和风险都不会照顾你的自尊。所以，每当一个判断开始变成自我形象的一部分，就要格外小心。真正成熟的投资纪律，不是永远坚持原来的判断，而是允许自己在证据变化时体面的修正。小承诺会让行动开始，大承诺会让退出变难。越早意识到这一点，越有机会在被过去的自己锁住之前，重新回到事实本身。一个人被自己过去的动作锁住以后，判断还会遇到另一股力量，别人的反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并不是直接判断一件事对不对，而是先看周围人怎么做。尤其是在情况模糊、结果不确定、自己缺少信息的时候，别人表现得镇定，我们也会更镇定；别人看起来确信，我们也会更容易相信；别人都在行动，我们也会觉得继续观望好像才是少数派。社会认同说的正是这种机制，它并不是简单的盲从，而是人在不确定环境里把他人的反应当成信息来使用。这个机制在很多日常场景里是有效的。去陌生城市吃饭，排队的人多，可能说明味道不错；遇到紧急情况，别人都往某个出口走，可能说明那里更安全。问题在于，当所有人都在观察别人，而不是直接观察事实本身，群体反应就会变成一面互相照射的镜子。Bill Latin 和 John Darley 在1968年的研究里，用一个烟雾房间实验展示了这种力量。参与者被安排在房间里填写问卷，墙缝里慢慢冒出烟雾。如果房间里只有一个人，很多人会比较快地起身报告异常。但如果房间里还有2个看起来镇定的人坐着不动，参与者的反应就会明显被压住。他们看见烟也感到不对劲，却会把旁边人的冷静当成信号。也许这不严重，也许我反应过度，也许别人知道更多。这个实验放到投资里很容易理解。市场出现风险信号时，如果周围人都不慌，自己也会更容易压下警觉。一只资产持续上涨时，如果朋友圈、媒体和基金销售都在讨论，很多人会把热度当成验证。当一个行业成了热门赛道，越来越多人买入，价格上涨又反过来证明大家确实看好。最后，真正被观察的不是现金流、估值和竞争格局，而是别人是否还在相信。社会认同最危险的地方，不是别人一定错，而是他会把不确定伪装成共识。一个观点被重复很多次，并不等于它经过了更多验证。一只股票被很多人持有，并不等于风险已经消失。一个社群里所有人都表现得坚定，也不代表每个人都真正看过证据。很多时候，每个人都以为别人已经做过功课，结果大家都只是在看彼此的表情。所以，面对群体热度，真正要问的不是还有多少人相信，而是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反应，我手里的证据还剩下什么？当别人的行动开始替你承担判断，
你就需要把视线从人群拉回事实本身。市场里最容易让人放松的，不一定是确定性，而是看起来像确定性的集体镇定。如果说社会认同让我们看向很多人，权威则让我们看向某个看起来更懂的人，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捷径。医学问题听医生，法律问题听律师，工程问题听工程师，复杂世界里没有人能亲自验证所有知识。权威的存在能节省大量判断成本，也能让社会分工正常运转。问题在于，权威一旦从帮助判断的线索变成替代判断的答案，人就会减少很多本该有的追问。Stanley Milgram 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过著名的服从权威实验，参与者被带入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的实验室，以为自己正在参与一项关于学习和惩罚的研究。他们被安排坐在一台电机控制器前，每当隔壁房间的学习者答错，就按要求施加更高电压。实际上，所谓学习者是实验安排好的同伴，并没有真的遭受电击，但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一点。实验里最让人不安的地方，不是参与者完全没有犹豫。很多人会紧张，会出汗，会质疑，会问是不是应该停下。但穿着实验服的研究人员会用平静、正式的语气要求他们继续。在首项正式研究中，40名男性参与者里有26人一路执行到最高电压。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，不是为了证明普通人没有道德感，而是说明在一个带有权威气场的环境里，人会把一部分责任交出去。投资世界里的权威当然不是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，但机制很相似。知名基金经理的持仓，明星企业家的演讲，投行报告的评级，名校教授的模型，财经媒体的头条，机构投资者的名单，都会降低人的怀疑。原本应该被逐项检查的事情，会被一句他们都看过了吧轻轻带过。对方有名气，有头衔，有历史业绩，就像给判断盖了一层专业印章。权威并非没有价值，真正有能力的人当然值得认真听，专业研究也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弯路。但投资判断不能停在谁说的，还要看他说的是不是自己真正懂的范围，使用的证据是否充分，激励是否和你一致，结论适合什么条件，风险如果发生由谁承担。一个人过去判断对过，不等于每一次判断都对。一个机构规模很大，不等于他的观点就没有利益约束。一个头衔很亮，也不能替代基本事实。所以，面对权威，成熟的做法不是拒绝所有专业意见，而是不把专业意见当作结论本身。权威可以让你愿意开始研究一个问题，但不能替你完成研究。越是有分量的名字，越要把判断拆回证据、逻辑、机理和边界。否则，人很容易在看似理性的外壳下，完成一次对判断责任的外包。权威原则让人因为对方更懂而放下怀疑，喜好原则则让人因为喜欢、熟悉或相似而放松防备。它不一定需要头衔，也不一定需要正式机构。一个熟人，一个朋友，一个和我们相似的人，一个让我们觉得亲切、真诚、审美一致的人，都可能让请求变得更容易被接受。人更容易答应自己喜欢的人，也更容易相信让自己感到亲近的人。商业史上有一个很直观的例子，就是特百惠 Tupperware 的家庭聚会销售模式。特百惠卖的是塑料食品储存容器，产品本身并不复杂。真正改变销售方式的是 Barney Watts 推动的 Home Party 模式，把销售从冷冰冰的柜台和陌生推销员手里搬进家庭客厅、朋友聚会和熟人关系中。主人邀请邻居和朋友到家里，一边聊天一边演示产品，现场下单不再像被推销，而更像参与一次轻松的社交活动。这种模式的力量不只在产品展示，也在关系氛围。来参加聚会的人面对的不是一个陌生销售员，而是朋友、邻居或熟人介绍的东西。对方的语气更像分享经验，而不是推销话术。现场的笑声、点头和购买
也会继续形成轻微的社会压力。一个原本可以冷静比较价格和用途的选择，被放进熟人场景以后，拒绝就变得没那么轻松。投资场景里，喜好原则同样常见。熟人推荐一个项目，心理感受和陌生广告不同。喜欢的财经博主讲一个公司，听起来会比普通分析报告更顺耳。同学、朋友、同事都在讨论某个机会，人会更愿意相信他们不是在害自己。一个企业家如果表达真诚、形象鲜明、故事动人，投资者也更容易把对人的好感转移到对公司前景的信任上。问题不在于熟人一定不可靠，也不在于喜欢的人一定会误导你。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确实来自信任关系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，好感会降低审查强度。你本来会问的费用、期限、风险、退出条件、历史业绩、利益冲突，可能因为对方是熟人而不再追问那么多。你本来会质疑的商业模式，可能因为讲述者让你喜欢而变得顺眼。亲近感一旦替代证据，判断就开始变软。所以，面对喜欢的人和熟悉的关系，最好的防御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把关系和判断分开。一个人值得信任，不等于一个投资机会值得投入；一个人表达真诚，不等于他的结论正确；一个群体让你感到归属，也不能替代对风险的计算。越是熟悉的人推荐，越要把问题问清楚，因为真正难拒绝的，往往不是产品本身，而是你不想破坏那层关系。熟人、权威和群体反应会让人把外部信号当成判断依据，稀缺则更直接，它会改变人对机会本身的感受。一种商品或机会如果随时可以买，人会比较容易冷静比较；一旦它看起来数量有限、时间有限、资格有限，人就容易先感到紧张，再倒过来解释它为什么值得拥有。稀缺原则说的不是商品真的没有价值，而是快没了这个信号，会让价值判断变得更急。Stephen Virchow、Jerry Lee 和 Campbell 在1975年的研究里，用曲奇做过一个很直观的实验。参与者看到的都是曲奇，但供应状态不一样。有的人看到的是装得比较满的罐子，有的人看到的是只剩少量曲奇的罐子。结果显示，供应数量更有限的曲奇往往会被评价得更有吸引力。关键在于，曲奇本身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吃，变化的是人对它的心理感受。同样的东西，一旦被放进数量不多的框架里，就更容易被看成更值得争取。这和日常消费里的限量、倒计时、最后名额很像。很多时候，稀缺信号不是让人获得更多信息，而是让人更难慢下来。你原本可以问质量、价格、替代品和真实需求，但当页面上出现仅剩2个名额，当销售告诉你今天不定就没有这个价格，当朋友提醒你这一轮不进就上不了车，注意力很容易从价值本身转到错过的恐惧上。害怕错过机会，也就是常说的 FOMO， 会让人把行动速度误认为判断质量。投资里，稀缺信号尤其常见。封闭认购、内部额度、限时窗口、下一轮涨价，只给少数人的机会，都可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：既然别人抢不到，那我拿到就是优势。可真正需要比较的，不是这个机会有多稀有，而是它为什么稀有。是因为真实容量有限，还是因为营销需要？是因为项目本身有长期现金流，还是因为募集方需要制造紧迫感？是因为价格确实便宜，还是因为错过恐惧让你不再看价格？稀缺最容易伤害判断的地方，是它会把问题从这是否值得改成我会不会错过。一旦问题被换掉，人就更容易忽略估值、流动性、退出条件和最坏情况。市场里很多昂贵错误，并不是因为投资者没有听到风险，而是因为风险被放在了紧迫感之后。越是看起来抢手的机会，越要把节奏放慢一点。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，经得起基本问题，经不起问题的，往往只是稀缺感本身。稀缺让人担心错过，
共同身份让人担心离开。所谓共同身份，就是人把自己放进一个我们的范围里，我们是同一类人，我们相信同一套东西，我们站在同一边。它比喜好更深，喜好可以来自熟悉、相似和亲近感，共同身份则会把判断和自我归属绑在一起。到了这一步，一个观点不再只是观点，一个投资方向也不再只是投资方向，它会慢慢变成我们这种人的选择。Muzafer Sharif 的 Roberts Cave 实验是理解群体身份的一项经典研究。20世纪50年代，研究者把一群男孩带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夏令营环境中，先让他们分成不同小组，形成各自的名称、标志和内部关系。很快，小组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开始出现。后来，只有当他们面对需要共同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时，紧张关系才逐渐缓和。这项实验提示的重点，不是说明孩子容易争斗，而是说明我们和他们的边界一旦形成，人会很快用身份来组织判断。商业和投资世界里，这种机制并不罕见。某些品牌会把消费者变成身份群体，买的不只是产品，也是我属于这一类人。某些创业公司会把投资者变成信仰共同体，支持的不只是商业模式，也是我们正在改变世界。某些投资风格会被包装成价值观标签，持有的人不只是看多某类资产，也是我们比别人更懂长期。当这种身份感变强时，反对意见就容易被听成外部攻击，风险提示也容易被看成不理解。这对投资判断很危险，因为身份会把退出变得很难。一个人如果只是买错一只股票卖掉就好，但如果他已经把自己和这只股票背后的故事、社群、创始人或风格标签绑在一起，卖出就像承认自己过去那套身份有问题。于是坏消息会被解释，估值压力会被淡化，现金流问题会被推迟，反对者会被归类为看不懂的人。证据不再是证据，而变成了阵营之间的争论。共同身份并不总是坏事，好的组织、好的团队、好的长期事业确实需要共同语言和共同目标。问题在于，投资不是表达忠诚的仪式，市场不会因为你属于某个群体就降低风险，企业也不会因为支持者更团结就自动产生现金流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，当我们是谁开始压过事实是什么，判断就已经被身份接管了。所以，面对任何让你产生强烈归属感的投资叙事，都可以多问几个问题。如果这个观点来自一个我不喜欢的人，我还会同意吗？如果这个社群明天消失，我还会持有吗？如果承认错误不会让我丢脸，我会不会更早改变判断？共同身份最强的影响，不在于它让人相信一个故事，而在于它让人害怕离开这个故事。把这些机制放在一起看，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东西。互惠能维持合作，承诺一致能建立信用，社会认同能帮助人在陌生环境里快速行动，权威能让专业知识被使用，喜好能降低沟通成本，稀缺能提醒人资源有限，共同身份能让群体形成凝聚力。问题不在于这些机制存在，而在于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替代证据，什么时候让人跳过本该完成的判断。对投资者来说，更实际的防御不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永远怀疑、永远冷漠的人，那样不仅不现实，也会错过很多有效信息。更有用的做法是在重要决策前先留出一段距离，让被触发的感受重新回到可检查的问题里。我现在想答应，是因为证据更充分，还是因为别人先给了我好处？我现在不愿退出，是因为判断仍然成立，还是因为我不想否定过去的自己？我现在觉得安全，是因为风险变小了，还是因为周围人都很镇定？这一层距离就是给判断准备的认知防火墙。这张清单还可以继续往下问。面对权威，要问对方懂的是不是这个具体问题，激励和我是否一致，风险最后由谁承担。面对熟人和喜欢的人，
要问如果换成陌生人提出同样机会，我还会不会觉得合理？面对稀缺，要问数量有限是否真的来自价值，而不是来自营销设计？面对共同身份，要问如果承认错误不会让我失去归属感，我会不会更快更新观点？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，却能把判断从自动反应里拉出来。影响机制最擅长的是让人快速进入行动状态，先买，先答应，先跟上，先证明自己没错。这些问题的作用就是在行动之前创造一点距离，只要距离出现，人就有机会重新看费用、估值、现金流、替代方案、退出条件和最坏情况。很多风险并不需要高深模型才能看见，只需要你在情绪最强的时候仍然愿意把问题问完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套防御不能只在事后复盘时使用。事后复盘当然有价值，但那时价格已经变了，钱已经投了，人也已经开始为过去的决定找理由。真正需要提前写下来的是进入之前的判断标准，什么证据会让我买入，什么事实会让我改变，什么情况出现必须退出，谁的意见只是参考，哪些激励可能影响对方表达。只要这些标准在行动前更清楚，行动后的自我辩护就会少很多空间。投资世界里，很多说服并不会显得像说服，它可能是一份免费研报，一个小承诺，一群人的镇定，一个专家的头衔，一个熟人的推荐，一个即将关闭的名额，或者一个让人很想加入的我们。真正要做的是把这些按钮一个个标出来。你不需要拒绝所有按钮，但你要知道它们正在起作用。只有这样，判断才有机会从被影响的惯性里退出来，重新回到证据、价格、激励和风险。影响力是一本关于说服的书，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学几条说服别人的技巧，而是看清自己为什么会在某些场景里自然点头。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在很多时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独立。我们会因为别人先给了一点好处而不好意思拒绝，会因为过去的小承诺而继续加码，会因为周围人都很镇定而压下怀疑，会因为权威头衔而外包判断，也会因为熟人关系、稀缺信号和共同身份，把本该重新检查的证据轻轻放过去。这并不说明人类判断注定脆弱，也不说明所有影响都应该被排斥。没有互惠，人和人之间很难合作；没有承诺一致，长期行动很难坚持；没有社会认同，人在陌生环境里会失去很多有效线索；没有权威，我们也不可能从专业分工中受益。问题在于，这些机制一旦进入商业、投资和资本市场，就很容易被包装、放大和利用。它们会让人还没完成判断就已经开始行动，还没看清风险就已经觉得机会难得，还没验证证据就已经不想离开某个群体。所以这本书真正提醒我们的是，在点头之前多停1秒，那1秒不长却很关键。它可以让你问一句：我现在想答应，是因为证据更充分，还是因为关系压力更大？我现在想买入，是因为价格和价值匹配，还是因为周围人都在行动？我现在不愿退出，是因为事实没有变化，还是因为我不想承认过去判断有误？当这些问题被问出来，影响机制就不再是看不见的推力，而会变成可以被识别、被审查、被隔离的信号。这里是文澜小屋，我们不追求创富的奇迹，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经典好书，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，陪你在投资和认知的路上慢慢变清醒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还请帮忙点赞、转发，并分享给身边同样关心投资和判断力的朋友。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，都是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，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。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，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，为您带来更稳健的回报。感谢您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